沈棠，你是不是嫌自己还不够丢人？妹妹，你如今好歹是昭王妃，新婚第2日就在王府门口吃锅子，还让这么多人围着看，你是生怕别人不知道沈家出了个上不得台面的女儿吗？姐姐，你这话说的就见外了。你若只是来看我笑话，那站着看就行。你若是馋了，就去后头排队。今日试吃不要钱，我不会因为咱们姐妹一场就故意多收你银子，你倒是会收买人心。可惜一个人骨子里的低贱，不是靠一口热锅就能遮住的。姐姐，你可以说我穷，说我不懂规矩，甚至可以说我坐在王府门口吃锅子不好看，可你张口闭口低贱，听着就不像大家闺秀，倒像沈家没教好。不过没关系，你今日要是饿了，我还是请你吃。毕竟我这个人心善，不跟空着肚子的人计较。赵王回来了，赵王回来了。新婚第2日，在夫家门口吃火锅，被未来夫君当场抓包，这场面多少有点刺激。沈棠，你能不能告诉本王，你现在是在做什么？王爷，你先别生气，肉刚熟，老了就柴，你要不要尝一口，再决定骂不骂我？本王问你话，不是让你招呼本王吃饭。我在给昭王府攒人气，今日请大家尝个味儿，明日他们若还想吃，就得带银子来。你放心，我不是在败家，我是在替你这座穷王府找活路。王爷，妹妹从前在家中就不懂事，今日闹出这样的笑话，还请王爷看在沈家的面子上，不要同她计较。你知道昭王府如今是什么处境吗？这里不是你用来赌气的地方，也不是你同沈家争一口气的工具。我知道昭王府穷，也知道外头的人都等着看笑话，可笑话已经摆在这里了，关着门他们也会笑。既然如此，不如开着门，让他们闻见香味再笑。沈棠，你到底是谁？因为就在前一天，我确实还不是昭王妃。堂姐，只剩最后20单了，家人们，最后20单卖完不补。天冷的时候，别总一个人啃冷饭。你可以没有对象，但不能没有火锅。锅一开，肉一下去，哪怕今天过得再糟，也能热乎一会儿。清了，堂姐，库存清了。家人们，等我一下，灯好像……二小姐，别哭了，能替大小姐嫁进昭王府是你的福气。你要是再闹下去，耽误了吉时，夫人可不会轻饶你身边那个丫鬟。小姐，您可算醒了，奴婢求您了，您别再撞轿门了，咱们已经出了沈家，回不去了。你先别哭，告诉我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还有，我现在要嫁给谁？小姐，奴婢是春桃啊，从小跟着您的，您是不是气糊涂了？今日原本该是大小姐嫁给昭王，可大小姐嫌昭王府落魄，不肯上花轿，夫人就让人把您送了过来。我穿越成了沈家不受宠的庶女，嫡姐不肯嫁，沈家就把我塞进花轿，送进人人避之不避的昭王府。这开局怎么看都不像能安稳活到大结局。二小姐，奴婢劝您别再折腾了。大小姐是沈家嫡女，自然不能嫁去那样的穷王府受罪。您能替大小姐走这一趟，已经是夫人抬举您。你刚才说昭王府很穷，昭王府欠着债，府里连下人的月钱都发不出。您嫁过去，别说当王妃享福，怕是连热饭都不一定能吃上。欠债、缺钱、名声差，连热饭都吃不上。您念叨这些做什么？没什么，我只是觉得沈家虽然缺德，眼光倒还行。小姐，您是不是吓糊涂了？昭王府都穷成这样了，哪里算眼光好？小姐，您不怕吗？怕当然怕，可怕也不能让沈家把嫁妆吐出来，更不能让昭王府忽然变有钱。既然哭没用，那就先想办法吃口热的。小姐，你以前不是这样的。以前的沈棠已经被他们逼上花轿了，以后这个沈棠得自己往下走。二小姐，你也别怪夫人偏心，大小姐金尊玉贵，当然该嫁更好的前程。二小姐又想说什么？你回去告诉我姐姐，她今天不敢嫁的地方我嫁了，她今天推给我的麻烦我接了。不过日后我若真从这里翻了身，她最好别哭着来认姐妹。二小姐，您怕是真的被吓坏了。昭王府那种地方，能有什么翻身的机会？小姐，您刚才那些话若传回沈家，大小姐一定不会放过您的。她不放过我，也得等我先活过今晚。小姐，您怎么还有心说笑？因为我不说笑，你就要哭了。小姐是沈家庶女，亲娘早逝，从小就不受宠。大小姐不想嫁落魄昭王，夫人就把您撒上了花轿。嫁妆呢？
银子呢？3口箱子，2箱旧衣，1箱不值钱的摆件。夫人说王府欠债太多，给您银子也是填窟窿，不如留在沈家替您保管。替我保管这4个字，真是被他们用得挺顺手。小姐，您别气坏身子，等进了王府，咱们先安稳下来，再慢慢想办法。不用慢慢想，春桃，你说昭王府再穷，总该有锅吧？应该有的，王府再穷也不能没有锅。有肉吗？今日毕竟是成亲，厨房应当会备一些。有门口吗？昭王府快到了。小姐，王府当然有门口。那就行了。东西卖出去之前，说什么都像疯话。昭王府到了。老奴周伯恭迎王妃入府。周叔不必多礼，以后还要麻烦您多照应。王妃，王爷在账房等您。他说有些事要在拜堂前先同您讲清楚。新婚夜，在账房等我。小姐，王爷是不是知道替嫁的事了？知道也正常，沈家换了人，总不能指望所有人都装瞎。那怎么办？王爷若是不要你，沈家也不会让您回去的。别急，谈生意最怕自己先慌，对方既然肯见我，就说明还有得谈。王爷，新婚夜把新娘子叫到账房来，是昭王府的规矩，还是您一个人的爱好？王妃，王爷今日心情不好，您说话还是缓着些。沈家临时换人，是他们失信，本王不想为难一个被推出来的姑娘。你把这封和离签飘了，明日一早，本王让人送你离开。王爷，我家小姐不是自愿替诈的，她在沈家已经受了很多委屈，您现在让她走，她还能去哪儿？所以本王才给她选择，留在昭王府，不一定比回沈家好。王爷让我走，是觉得沈家欺骗了你，还是觉得我跟着你会吃苦？昭王府如今没有外头想的风光，你若留下，得不到王妃该有的荣华，也不会过得轻松。这个我进门时已经看出来了，门口那2个石狮子，一个缺耳朵，一个咧嘴角，看着比我嫁妆还惨。沈棠，本王没有与你说笑。我也没有。王爷，你想让我走可以，但你说要送我离开，总得给我点盘缠吧？沈家扣了我的嫁妆，我现在全身上下除了这身喜服，没什么值钱。本王会补你一笔银子。王爷有银子吗？你倒是直白。没办法，穷人的话要说的直一点，绕来绕去费体力。王爷既然想补我银子，不如先让我看看昭王府的账，看完以后我也好决定是签和离书，还是留下来搏一把。王妃，账本都是府里的旧账，杂乱得很。您今日刚进门，又受了惊，还是先回房歇一歇吧。周叔，我知道你是心疼王府，也怕我看了账以后害怕，可我人都已经坐在这里了，再怕也比两眼一抹黑强。你想看，那就看，看完以后再决定，不值。欠米铺300两，欠炭行280两，欠肉铺97两，府中下人3个月月钱未发，零零碎碎的债加起来，竟然有3万两出头。小姐，3两6钱是不是很少？这么说吧，春桃，咱们现在不是没钱，咱们是穷得非常具体。现在知道昭王府是什么处境了？知道了。还想留下？你看清楚这些账了吗？昭王府欠债3万两，现银只剩3两6钱。你留下来，不是做王妃，是跟着这座府一起挨债。王爷，我这个人以前做事有个习惯，越是别人觉得没救的局，我越想试试。沈家把我推过来，是想看我哭着认命，可我偏不想让他们如愿。你想怎么试？先吃饭。你说什么？我说先吃饭。周叔，厨房里还有什么能用的食材？不用太体面，只要能下锅就行。厨房里还有些羊骨、几斤杂肉、1袋冻豆皮、2筐菜、半坛酱和几味香料。原本是想明日给王妃做顿像样些的饭，只是东西实在不多，怕委屈了王妃。够了，明天第一锅就靠这些。王妃说的第一锅是给府里人吃，还是给您和王爷吃？给大家看着吃。你想把锅摆到王府门口？对，王府现在最缺的不是锅，也不是肉，是人气。既然满京城都想看昭王府的笑话，那咱们就把门打开，让他们看个够。王妃，这万万不可！王府如今已经被人议论的够多了，您新婚第2日就在门口支锅。周叔，他们现在就说的不难听吗？他们笑王府穷，笑王爷失势，笑我是替嫁来的倒霉王妃。我们关着门，他们一样笑。既然横竖都被笑，
不如让他们笑着围过来，再缠着回去。明日先不卖，我们就在王府门口吃火锅，汤底熬香一点，肉片切薄一点，热气一冒出去，自然会有人围过来。到时候每人给一小碗试吃，不管饱，只尝味。小姐，免费给他们吃会不会亏啊？会亏一点，但只亏一点汤肉，换来的是一整条街的人记住这个味道。可若他们吃完就走，明日不来了呢？周叔，人最惦记的从来不是吃饱的那顿，而是刚尝到味儿却没吃够的那口。王爷，明日请客只是引子，等他们围过来尝过味儿，回去还惦记。第二日我们就开卖，每日只卖20锅，先到先得，卖完不加。等预约的人多了，再把侧门那间旧马棚收拾出来，改成王府暖锅铺。王妃，老奴斗胆问一句，您连马棚都已经惦记上了吗？周叔，那间马棚空着也是空着，既不能生钱，也不能下载，收拾出来开店才算物尽其用。这些话是谁教你的？可能是琼教我的。王爷，王妃这法子听着新鲜，可终究太冒险。明日若真有人借机闹事，王府的脸面怕是更不好看。沈棠，本王可以让你试，但本王只给你半日。王爷，半日是不是太短了？我家小姐才刚来，她连府里厨房往哪里开都还不知道。所以本王才只让她试半日。若事态失控，收手还来得及。半日够了。若明日午时前，你所谓的法子只是让王府被更多人围观嘲笑，你就签了这封和离书，本王送你离开。小姐，您怎么答应的这么快？万一明日那些人故意为难您呢？他们为难我，说明他们来了，人来了就有机会。你倒像是完全不怕丢脸。怕啊，可我更怕没饭吃。脸面这东西，饿狠了就薄了，等银子赚回来，它自然又厚了。周伯，明日按他说的准备，铜锅、羊骨、杂肉、香料都交给他。是，王爷。明日若有人闹事，你不要逞强。王府再穷，也不至于让一个新进门的王妃站在门口被人欺辱。王爷放心，我这个人一般不吃亏。别人若是骂我，我会先看看他有没有可能成为客人。若他有钱，我就忍一忍；若他没钱，我再慢慢骂回去。沈棠，本王最后提醒你一次，昭王府不是你赌气的地方。明日若输了，你别哭。王爷也放心，我从不在开局的时候哭，我一般都是赢了以后再感动的哭。王妃，老奴在昭王府几十年，真没见过这样过新婚夜的。周叔，巧了，我也没见过。小姐，您明日真的有把握吗？把握这东西不是等来的，是做出来的。今晚先睡，明早熬汤。王妃，真要把锅摆到王府门口？摆，天这么冷，谁会拒绝一口热汤？那明日若真的有人围过来呢？那就说明咱们这第一锅开对了。王妃，咱们真的要现在熬汤？外头天还黑着呢，路上的狗都没醒。汤底要熬出香味，不能等人来了才开始。做吃食最怕临时抱佛脚，客人闻不到香味就不会停脚。王妃，老奴把府里最大的锅找来了，只是这锅太旧，摆到门口实在不好看。旧不要紧，干净就行。咱们现在卖的不是富贵，是热乎。越是旧锅熬出香味儿，越让人觉得这东西实在。王妃，这还能吃吗？这一步就是为了让汤干净。第一锅水不要，脏东西撇掉，后面汤才清。王妃做事道细，老奴原以为您只是想把锅摆出去博人眼球，没想到连这一步都想到了。周叔，博眼球只能让人看一眼，味道稳才能让人明日带银子来。王妃，这味儿好霸道，奴婢刚才还不饿，现在肚子都叫了。红汤要先把香料炒醒，火不能太急，急了会苦；火太小，香味出不来。你记着，以后不管做什么，第一口香气最要紧。王妃，那清汤呢？总不能所有人都吃辣。当然不能，清汤用羊骨、萝卜和一点姜熬出来给老人孩子喝。红汤抓人，清汤留人。门口试吃不能只顾刺激，还得让人觉得舒服。红汤抓人，清汤留人。王妃这话倒像做了许多年生意的人。可能我天生适合赚钱。王妃以前在沈家藏得真深。这个解释很好，以后继续这么说。王妃，这些肉这么少，若真有人围过来，怕是不够分，所以要切薄，肉片薄了，烫熟快，看着也多。王妃，您这刀法从哪里学的？穷里学的。肉少的时候，
人自然就会想办法让它看起来多一点。王妃，试吃不是只给一小碗吗？还要准备这么多蘸料？要，同一口肉蘸不同的料，就是不同的味道。客人觉得选择多，就会觉得咱们用心。今日让他们尝到一点点，明日他们才会想坐下来吃全套。周叔，你先尝。这怎么使的？老奴怎么能在王爷和王妃前头尝？你是昭王府第一个内部客人，你若觉得不行，咱们还能改。周叔，好吃吗？肉切得薄，熟得快，汤底香，蘸料也压得住阳山味儿。若是在雪天里吃这么一口，确实让人身上发暖。翻译一下，周叔说很好吃。老奴只是说句公道话。王妃，清汤不淡，这萝卜比肉还暖。老人孩子喝清汤，年轻人尝红汤，别盛错了。老人孩子清汤，年轻人红汤，怕辣的配清醋。王妃，老奴现在倒有些信了。若外头那些人真愿意尝一口，明日说不定真会回来。不是说不定，这雪下得这么冷，谁闻见这口热汤都得停一下。只要它停了，咱们的生意就有了。昭王府这是穷疯了吧？堂堂王府竟然把锅摆到门口来了！听说新王妃是沈家替嫁来的庶女，怕是没见过什么世面，才敢这么胡闹。王妃，您听见了吧？他们已经开始说难听话了。被骂也算成了。周叔，他们愿意停下来骂，说明第一步成了。当然，没人看才叫砸了。有人骂，说明有人围，有人围就闻得到香味。这位嫂子，孩子冷坏了，带他过来喝口热汤。王妃是在叫民妇，就是叫你。今日第一锅不卖，昭王府请大家尝味。孩子小，先喝汤，不吃辣。娘，好香！王妃，这汤真不要钱？今日免费，不好吃明朝朝骂，好吃明日带钱来。那学生也讨一碗。能，读书人费脑子，给你多加一片菜叶。多谢王妃，若真好吃，学生明日带同窗来。记住这句话，明日3人同来，可以拼一锅，价钱比单点合算。还可以这样？当然可以，一个人吃是吃，3个人吃也是吃，人多锅热，账也好算。王妃，咱们还没定价，您怎么就把3人拼锅说出去了？先把钩子扔出去，价钱晚上再算。人家都说要带同窗来了，你总不能让银子在路上掉头回去吧？王妃，他们真的说好喝，在外头叫王妃，显得咱们专业一点。很好，记住谁夸的最大声。明日他若来，让他坐靠门的位置。为什么？还真有大的汤香啊！他会帮咱们吆喝。王妃，能不能买一整锅？今日只请不卖。王妃，银子都不要。今日不要，锅底还在侍卫，明日才正式开卖。你若真想吃，明日50来，只有20锅，晚了就没了。只卖20锅，王妃若做得多，岂不是赚得多？因为好东西要慢慢做。今日我若贪多，让大家吃的不满意，明日谁还来？不如先做20锅，每一锅都把味道守住。王妃，老奴怎么觉得他们不像是来看笑话了？周叔，别光看，也尝尝。你得知道咱们卖的是什么味儿。怎么样？味道尚可。周叔，您刚才眼睛都亮了。老奴那是被热气熏的。妹妹，我原本还担心你嫁进昭王府会受委屈，如今看来你倒是适应得很快。只是你新婚第2日就坐在门口给路人盛汤，若传回沈家，父亲若真睡不着，可以让人来买一锅暖暖胃。亲爹也不能白吃，我最多给他打个9折。这位姑娘若不嫌弃，可以尝尝清汤锅，雪天喝一口，身上会暖些。这种街边吃食，哪里适合你入口？昭王妃不顾体面，你也要跟着她胡闹吗？姐姐说的对，不想吃可以不吃，只是东西好不好，总得尝过才知道。人也是一样，不能只听别人说穷，就觉得没有翻身的可能。你这是在怪我替嫁之事，我不是怪你，我只是提醒你，当初不敢嫁的人是你，如今我坐在这里，是因为你把这门亲事推给了我。你若还想站在姐姐的位置上教训我，至少先把欠我的嫁妆补齐。沈棠，你非要在外人面前把话说得这么难听吗？姐姐，你做的难看时可没有问过我疼不疼，现在我只是说出来，你怎么先委屈上了？还是那句话，今日试吃不要钱，你不喝可以让你的丫鬟喝。天这么冷，没必要为了你的体面让别人跟着挨冻。
王爷，王妃她一直按约定行事，并未收银子，也没有让人闹起来。沈棠，你能不能告诉本王，你现在是在做什么？王爷，你先尝一口，今日这锅我调的比昨夜想的还好。若你现在就骂我，肉凉了多可惜。今日请客，明日赚钱，后日开店。我没有拿王府开玩笑，我是在让这些来看笑话的人，明天带着银子再来。你昨夜说的那些，本王以为只是荒唐，如今看来你是真的打算把昭王府门口变成集市。不是集市，是入口，让他们先进来闻见香味，再慢慢看见招牌。王爷，妹妹从前在沈家不是这样的，她今日所作所为实在鬼怪，我也是担心她一时糊涂，坏了王府声名。沈姑娘既然担心王府生命，昨夜替嫁之前，为何没有亲自来守？沈棠，你到底是谁？王爷现在问我是谁，我一时也不好解释清楚，不如你先记住，我是那个明日能让这块木牌换成银子的人。第一块预约牌送给王爷，你若不信我，明日亲自来看。午时之前收摊，别让人继续围着王府门口。听王爷的，今日只让他们缠到50，缠太久容易生恨。王妃，明日真只卖20锅。真只卖20锅，想吃的明日50前来，带银子也带人。一个人吃热闹不起来，3个人拼锅才划算。王妃，咱们现在有20口锅吗？没有，那明日怎么办？所以今晚不能睡太早，咱们得去找锅。王妃，老奴昨夜只是跟您出去找锅，并不知道您真能找回这么多。周叔，这叫资源整合。王府没锅，但京城有，旧货铺有，酒楼后厨有，街坊邻居家也有，只要价钱谈得好，锅自己就来了。可这些锅有租来的，有借来的，还有2口是您用王爷旧砚台抵押换来的。王爷若知道……周叔，话不能这么说，那不叫抵押，那叫资产盘活。王妃，王爷那方砚台看着挺贵的，您真不怕他生气吗？怕，所以今天银子去卖了报，王爷就会发现，比起一方不会下载的砚台，还是会冒热气的铜锅更招财。王妃，您以后千万别当着王爷的面这么说，王爷那方砚台是先帝赏的。周叔，这种重要消息，您为什么不昨晚说？老奴昨晚说了，您说砚台再金贵，也不能炖汤。那今天更得卖好了，不然我可能不只要签和离书，还得赔先帝的砚台。诸位来得挺早，今日正式开卖，20锅卖完不加。昨日说要带人的，带够人了吗？学生把铜窗带来了。昨日那碗热汤实在让人惦记，今日我们3人想拼一锅。3人拼锅，价钱比单买合算。你们是今日第一组，送一小碟蘸料。王妃，说送就送，不怕亏吗？第一桌客人要吃得高兴，你们吃高兴了，回书院一说，明日来的人就不止3个。你们嘴巴一动，省了我不少吆喝钱。王妃这嘴真是比锅还热。周叔，您昨天还说王妃胡闹呢。老奴那是谨慎。王妃，3人拼锅怎么个拼法？若我只有2个人，能不能跟别人凑？可以，今日设拼锅牌，想拼的人到春桃这里登记，3人凑成一锅，价钱平摊。谁若不认账，以后昭王府的锅就不卖给他。王妃还挺会管人。没办法，穷王府做生意靠的就是规矩，人情可以有，账不能乱。王妃这句话，老奴爱听。周叔，既然爱听，那今日收钱记账就交给您，记清楚谁几个人几锅，送了什么欠了什么，不能乱。王妃放心，老奴别的不敢说，账是不会记错的。王妃，民妇今日带了邻居来，只是我们几家手头都不宽裕，想问问能不能拼一锅，菜多些，肉少些。当然可以，今日正好是新规矩，暖身素锅，肉少菜多，汤底一样香，3家拼一锅，价钱低些，还送孩子1碗骨汤。王妃，这样您会不会亏？不会，你们吃的暖和，明日再带人来，我就赚了。那我们也能点素锅吗？能，今日开始设2种锅，想吃肉多的点招牌红汤锅，想实惠暖身的点素暖锅。钱多有钱多的吃法，钱少有钱少的热闹。王妃，您怎么这么快就想出新锅了？客户都把需求说到脸上了，我们要是还不会接，那银子就该去别人家。奴婢记住了，客人说想便宜些，不是赶人，是换一种卖法。春桃，你很有前途。王妃，咱们都等半天了，您就不能再加几锅？不是我不想赚银子，是今日备料只有这么多，做吃时最怕贪多，味道一差砸的是招牌。诸位若真想吃，先拿明日预约牌。预约牌是什么？交一成定金，明日留锅。若明日不来，定金不退。若王府没给你留锅，双倍赔你。还能提前留锅？那我要一块，我也要。我家明日来5个人。王妃，3人拼锅能预约吗？能，拼锅、素锅、肉锅都能约，只是每日还是20锅，多一锅都没有。有钱都不赚？赚，但要慢慢赚。
诸位今日吃的是味道，明日买的是放心。若王府为了多收几两银子，把锅底熬得粗糙，把肉切得不像样，那你以后还来吗？那给我1块后日的牌子。那个王妃，明日的预约已经满了，后日也出去7块牌子。周叔，手别停，现在每一块牌子都是王府的命。王妃，是沈家的车，来得正好，我还以为姐姐今日真能忍住。是昨天那个不许别人喝汤姐姐身边的人。别怕，来买锅还是拿预约牌？我家小姐没有来，是奴婢自己想买。可以，昭王府做生意不问来处，只看排队。你要买我就卖。那我要1块明日的预约牌。明日的牌子已经满了，后日还有。后日不行，后日我家，我明日就想吃。姑娘，你刚才说是自己想买，既然是自己想买，就别急成这样。若你家小姐想吃，劳烦她亲自来排。她昨日骂得那么有精神，今日买的这么偷偷摸摸，我都替她累。王妃，奴婢只是奉命办事，您别为难奴婢。我不为难你，你回去告诉沈清瑶，她想吃我卖，她想骂也随她。可她一边骂我丢人，一边又偷偷派你来抢，这就没意思了。好，你自己买，我给你留。若是你家小姐买，让她自己来补定金。王妃，您还愿意卖给奴婢？愿意啊。你只是替人跑腿，又没欠我嫁妆。妹妹如今真是牙尖嘴利，连一个丫鬟都要当众拿来做法子，倒显得你很有本事。姐姐这话说反了，拿丫鬟做法子的人不是我，是你。你想吃又不肯自己排队，想买又怕别人看见，既要脸面又想占便宜，世上哪有这么周全的事？你别忘了，我是你姐姐。我记得，所以我才劝你一句，做姐姐要大方些，下次想吃就自己来，别让丫鬟替你挨笑。王妃，连沈家大小姐都馋您的锅，看来这味道真不错。诸位别乱说，沈大小姐不是馋，她只是替大家验验昭王府的生意值不值得做。王妃这张嘴真是半点亏都不肯吃。周叔，做买卖可以让利，做人不能让脸被踩。王妃，您这就收了，我们后头还有人没吃上呢。说好20锅就是20锅，今日卖完，明日请早。昭王府做生意，先守规矩，再赚银子。王妃，今日限您进账136两，定金收了42两。老奴已经扣下租锅的钱和明日采买的钱，剩下的够先还米铺一部分欠账了。王妃，咱们真的赚钱了。别激动，这才刚开始。明日若想不乱，今晚要把旧马棚看一遍。门口风大，客人吃久了也冷。第3日必须开店。王妃若真要改旧马棚，老奴今晚就带人去清。周叔，你昨日还说那是王府体面。唉，体面不能还米铺的债。肉冷了也不好吃。账给本王。王爷，今日20锅，1锅没加，没乱没砸，也没让昭王府亏银子，所以和离叔能不能先不催我钱？周伯，去煮壶热茶。哎，给王妃。他不是说热的东西好卖？王妃，王爷是不是心疼你了？他那是怕我冻坏了，明日没人给他赚钱。王妃，老奴昨夜一直在想，若是先王爷还在，瞧见王府侧门挂了这样一块匾，会不会气得从祠堂里出来？周叔，你换个想法，先王爷若是真出来了，咱们正好请他尝一锅，顺便让他看看昭王府今日终于有进项了。王妃这张嘴，老奴实在劝不动。王妃，菜单都写好了，招牌红汤锅、羊骨清汤锅、素暖锅，还有3人拼锅和5人小桌。只是奴婢有些担心，今日来的人若太多，咱们这6张桌子怕是坐不下。坐不下才好，坐得下说明咱们人气还不够。王妃，客人来了却没位置坐，他们不会生气吗？会，所以我们要让他们生气之前先拿到下一轮的号牌。第1轮40，第2轮50， 3轮喂食，每轮6桌，过时不候。客人若等不及，就先拿预约牌，旁边还可以喝热汤暖手。王妃，奴婢明白了，不是让客人白等，是让他们觉得自己已经排上了。春桃，你越来越像个掌柜了。奴婢不敢当掌柜，只要能帮王妃少累一点，奴婢就很高兴。你这胆小，如今跟着王妃忙了2日，倒真像变了个人。人都是练出来的，以后王府要做的生意多着呢，你们都得练出来。你倒是很会给本王的府里安排前程。王爷来的正好，开业第1锅，要不要给你留个主位？你把马棚改成铺子，还敢让本王做主位？为什么我忆苦思甜？等咱们家以后开了京城第1大店，谁闹事可就得提前预约了。你人都不做，真要开店，就把规矩立清楚，别为了多收几两银子，把自己。王爷放心，今日不乱卖，现桌现食现锅，谁闹不扔出去，招呼客人，不伺候祖宗。你最好真能做到。我当然能，只是王爷今日若闲着，可以在附近站一站，你不用说话，冷着脸就行，特别镇场子。沈棠，你把本王当门神？没有，门神贴门上，王爷站门边，您比门神贵气多了。本王会让2个侍卫守在侧门外，若有人闹事，不必应承。多谢王爷，等今日赚了钱，我请你吃锅底最香的那一锅。本王不吃。那我给你留着。随你。王妃，王爷好像没有前2日那么凶了。那是因为账本进了银子，
人心会冷，银子不会骗人。可奴婢觉得王爷方才是在担心你。诸位莫急，今日王府暖锅铺第1日开张，按号入座。地轮6桌，拿到木牌的先进。没有号的可以先登记下一轮，也可以拿明日预约牌。小姑娘，昨日王妃说3人拼锅合算，今日还算不算？算的，3人拼锅送1碟蘸料，5人同桌送1壶热汤。王妃说了，做生意要说话算话，不然招牌挂不久。昭王府这规矩倒清楚。昨日那一小碗汤，学生以为已经够香了，今日坐下来吃完整锅，才知道王妃昨日是故意馋人。读书人说话就是好听，你若嫌我昨日馋你，今日多带2个同胞来，我给你算引客工。引客工？你带人来，人吃得高兴，下一回你来，我送你1碟菜。那我们岂不是被他卖给王妃换菜了？放心，你们很值钱。王妃，您这素锅比民妇家过年吃的还暖。只是民妇有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，若以后能再便宜一点，街坊们或许来得更多。嫂子说的对，这样吧，日后每日早些时候，我们设几桌街坊暖锅，肉少些，菜多些，价钱现在低一点，但只限前2轮，若晚了就只能按正常价。那民妇明日就告诉邻里，让大家早些来。好，你带3户街坊来，我送你孩子1碗骨汤。王府，我明日还来。行，你明日来，记得帮我看看谁插队。我一定盯着。王妃连孩子都能安排活儿。周叔，这不叫安排活，这叫参与感。老奴又听不懂了。听不懂没关系，账别记错就行。二小姐，夫人听说您在王府开了铺子，心里很是担忧。您毕竟是沈家出来的姑娘，凡事若没人帮衬，难免被外人看轻。刘嬷嬷这话说的客气，沈家若真担忧我，昨日就该把克扣的嫁妆送来。今日铺子开起来了，倒想起帮衬了。二小姐这话就伤夫人的心了。夫人说您年轻又不懂经营，昭王府这铺子如今有了点人气，不如交给沈家派来的掌柜打理，到时铺子仍挂王府的名，银钱账目也能更稳妥。嬷嬷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家王妃辛辛苦苦做起来的生意，凭什么交给沈家？主子说话，哪有你一个丫头插嘴的份儿？从前在沈家时你就没规矩，如今到了王府，倒越发不知轻重。刘嬷嬷，春桃现在是我的人，你若要在昭王府门口教训她，先问问我答不答应。还有，沈家想派掌柜来，可以，先把我的嫁妆补齐，再把替嫁那日的事写成契书，说明是沈家嫡女不愿嫁，才把我这个庶女塞进花轿。契书一签，账一清，咱们再谈合作。二小姐，您如今说话真是越来越不像样了。夫人是您的嫡母，大小姐是您的亲姐姐，您这样当众下沈家的脸，就不怕外头说您不孝不义？嬷嬷，别把大帽子往我头上扣。沈家卖女儿的时候不讲亲情，现在看见铺子赚钱了，倒开始讲孝道了。这个孝道若是这么值钱，不如沈家先拿去还昭王府的债。您别后悔，夫人说了，您今日若不识抬举，日后出了事，沈家不会管您。那太好了，劳烦嬷嬷回去告诉夫人，沈家从今往后千万别管我，尤其是赚钱的时候，离我远一点，我怕账算不清。等一下，后日第3轮还有1桌空位，沈家若真想吃，可以按规矩来；若想白拿，那就别来了。我们小本生意，经不起亲戚占便宜。不减，让他在那里。王妃，沈家不要这牌子，我能不能要？能。昭王府的规矩，谁交钱谁吃锅。王妃，今日这一出，沈家怕是不会善罢甘休。周叔，沈家从来也没想让我好过，以前我没本钱，只能忍。现在咱们有锅，有客人，有银子，就没必要再低头了。王妃，今日除去采买和租锅，净余260两。明后2日的预约也已经排满了。王妃，咱们是不是能先还一点债了？能。
先还米铺和炭行，别让厨房断粮断火。剩下的留一半做明日采买，另一半准备奶茶那条线。奶茶？王妃，肉铺张掌柜来了，说有急事见您，请他进来。王妃，不是小人不讲信用，实在是有人放了话。从明日起，京城几家大肉铺都不能再给昭王府供肉，小人家小业小，实在惹不起。谁放的话？王妃别问了，小人只能提醒您一句，您这锅卖得太红，已经挡了别人的财路。好啊。王妃，明日没有肉，咱们怎么办？他们以为断了肉，咱们的锅就开不了。那明日咱们就卖一锅不用肉也能让人排队的东西。王妃，明日的预约已经排满了，若是没有肉，客人们会不会觉得咱们骗人？好不容易才攒起来的人气，要是砸在这一回，往后可怎么办啊？王妃，老奴这就去找别的肉铺。京城这么大，总不至于所有人都听那幕后之人的话。只要价钱给得高，总有人肯卖。周叔，你现在去找，价钱一定会被抬得很高。对方既然敢断咱们的肉源，就是等着咱们慌。一慌就得花大价钱买肉，肉价一高，咱们锅卖的越多，亏的越多。可没有肉，火锅还怎么卖？客人花了银子来，总不能让他们只吃菜吧？春桃，你记住，客人买的不只是肉，他们买的是一口热汤，是坐下来那阵热闹，是觉得自己没白排这一趟。肉少了，咱们就把汤底熬得更鲜。素菜便宜，但只要味道好，照样能让人吃得暖和。王妃的意思是明日主卖素锅？素暖锅今日新出，不是主卖，是上新。王妃是想让客人觉得这不是咱们买不到肉，而是咱们特意出了新口味。春桃掌柜学得很快。素锅能撑一时，可暖锅铺总不能日日靠这个。那些故意断肉源的人，若看见咱们还能卖，恐怕还会再出别的招。所以明日不能只靠素锅。桂花牛乳茶、红豆暖奶茶、姜枣暖身饮。王妃，这些是什么？热饮。火锅让人坐下，热饮让人带走。没抢到桌的客人可以买一杯热饮暖手，吃完锅的人可以加一杯热饮解辣。贵女嫌火锅不够体面，那就让他们先从一杯甜热饮开始。可牛乳不便宜，而且味道重，京城里有些贵人嫌它腥，未必愿意喝。所以不能直接卖牛乳，先熬茶汤，再温牛乳，最后用桂花蜜和红豆压味。牛乳不能猛煮，一煮老了就更腥。春桃，把小册册拿出来记。奴婢记着呢。先熬茶汤，再温牛乳，最后放桂花蜜和红豆。姜枣饮更简单，姜片先煮出辣味，红枣煮到发甜，再加一点糖。这个卖给怕冷的人，尤其适合那种从街头冻到街尾还嘴硬说自己不冷的客人。王妃说的这种客人，老奴怎么觉得满京城都是？所以这生意能做。王妃，茶渣也要滤掉吗？当然，客人第一口若喝到茶渣，心里就会皱眉。吃食生意不只看味道，还看入口那一下舒不舒服。奴婢记住了，要让客人第一口就觉得值。王妃，好香啊！这个味儿和牛乳原本完全不一样了。这杯叫桂花牛乳茶，价钱可以高些。姑娘们买的不是解渴，是新鲜和体面。杯子也要擦干净，最好用小竹筒装，带走方便也好看。一杯饮子还要讲究好不好看？周叔，你先尝，你若觉得不值钱，我就重新改。周叔，好喝吗？入口不腥，茶味也厚，甜的不腻。若是冬日里端上这么一杯，确实比冷茶强。翻译一下，周叔说好喝，老奴只是实话实说。你尝这个，红豆煮得软，姑娘们会喜欢。价钱放在中档，既不显寒酸，也不吓人。王妃，这个好喝，甜甜的，喝完身上也暖。若奴婢在街上瞧见有人卖这个，哪怕少买一根簪花，也想买一杯。王妃这是把客人分开卖，贵人要体面，姑娘要甜，街坊要实惠。一样是热饮，价钱和说法却不一样。周叔，你现在已经不是普通管家了，你是昭王府未来的铁算盘。王妃，那明日怎么卖？是不是像暖锅一样也要限量？热饮不用像火锅那样限量，但要做团购。团购？第二杯半价，3杯成团。一个姑娘买1杯，她会犹豫；3个姑娘一起买，她们就会互相劝。丫鬟买给小姐，小姐觉得好喝，下回就会带更多人来。
所以王妃不是只卖一杯茶，是让一杯茶带来下一群客人。春桃掌柜，悟性越来越好了。你们在厨房里熬了什么？王爷，王妃在试明日的新引子。王爷来的正好，试试新品。这个不甜，适合你这种天天冷着脸，看起来很需要暖一暖的人。沈腾，你如今连本王都要当客人是？当然，王爷嘴挑，脸又冷。你若喝完都没皱眉，那这引子明日一定能卖。明日多备一些。王爷这是夸我？本王只是怕你备少了，又把主意打到本王书房里。放心，今日不抵押砚台，咱们改走正江赚钱路线。王妃，王爷喝了好多，记下来，明日江早饮的招牌上加一句：昭王尝过，没皱眉。听说昭王府买不到肉了，今日怕是开不了锅。我就说这生意红不了几日，京城做吃食的哪家没点关系？昭王妃一个替嫁来的，哪儿撑得住？王妃，不是说今日有20锅吗？怎么肉锅只剩6桌了？今日天冷，吃太油反倒腻，所以新上素暖锅。汤底照旧熬足，豆皮、粉条、菌菇、萝卜、白菜都下足。想吃肉的可以按预约排，想吃实惠暖胃的，今日素锅半价。素锅也好吃？先尝，不好吃你再骂。这里头没有肉？没有。那怎么这么鲜？王府秘方。王妃，这个甜饮怎么卖？桂花牛乳茶贵些，红豆暖奶茶中等，姜枣暖身饮最实惠。今日新客试饮，第一口不收钱。好甜，也不腻，真这么好喝？小姐，您尝尝，这个比府里的烙姜顺口多了。姑娘若是嫌在门口喝不体面，可以让丫鬟买了带回马车。今日第2杯半价，3杯成团，姐妹一起买比单买划算。那就3杯吧，1杯桂花牛乳茶，2杯红豆暖奶茶。姑娘，3杯成团，送1小包糖酥豆，下回带木牌来还能减2文。买引子还送东西，今日第一天开张，图个热闹。姑娘若觉得好喝，下回多带2个朋友来就帮我了。王妃倒是会说话。行，若好喝，我下回带人来。王妃，热饮卖得好快，尤其是红豆暖奶茶，姑娘们都爱买。甜的东西最容易让人高兴，冬天里手冷心也冷，一杯热甜饮下去，人就愿意再掏一次钱。王妃，老奴现在算是明白了，您不是卖锅，也不是卖茶，您是看准了人心里缺什么。周叔今日进步很大，奖励1杯。老奴这把年纪，喝这些姑娘家的东西做什么？这个不甜，暖身。你早上站了那么久，手都冻僵了。多谢王妃。妹妹，我听说你们今日买不到肉，还以为暖锅铺要停1日，特意过来看看你有没有需要沈家帮忙的地方。没想到你倒是聪明，肉卖不了就卖菜汤和甜水了。姐姐消息真灵，只可惜你来晚了。素暖锅已经卖过2轮，热饮也快卖空了。你若想尝，得先拿号。妹妹如今句句不离牌号，真当满京城都稀罕这口锅？稀不稀罕，姐姐说了不算，尝过才算。姑娘尽管尝，若不好喝，今日的话我一句不还。这引子倒是特别，牛乳不腥，桂花也不腻，肉很暖，真有这么好？你尝尝。姐姐要不要也来1杯？亲姐妹，我给你原价。亲姐妹只给原价？因为姐姐上次让丫鬟偷偷买号，已经伤了我们做生意的信任。亲情归亲情，账归账，不能混。沈棠，你别以为靠这些小玩意儿就能翻身。京城权贵圈不是你想进就能进的地方。今日他们买你2杯引子，不过是图新鲜。等新鲜劲过了，你还是那个被沈家推出去的庶女。姐姐，你总是喜欢提醒我出身，好像这样就能证明你比我高一等。可你有没有想过，今日站在这里排队买热饮的人，
看的是味道，不是我的出身。你真以为贵人们他们不用把我当回事，他们把我的东西当回事就够了。两位姑娘若觉得热饮还合口，3日后王府会出新口味，若愿意留个名，下一次我让春桃先送试饮过去，不好喝不用买，好喝再付钱，还能先试？当然，贵客试饮原本就该精致些。王妃，大小姐好像气得不轻。她气不气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她带来的2个姑娘，刚才一共买了6杯，还留下了府名。这么算来，大小姐今日也算替咱们迎客了。王妃，今日进账竟然比昨日还多。肉锅少了，按理说进账该降，可热饮卖得太快，素锅又省料，算下来今日净余反而多了30%。所以谁说没肉就做不了生意？客人要的是热闹，是暖，是划算，也是新鲜，肉只是其中一样。王妃，是沈家送来的。他们怎么敢？王妃被他们推出去替驾时，他们1文钱都舍不得给。现在铺子赚钱了，他们倒想来分30%。沈家这是欺人太甚。王妃，您怎么还笑？我笑他们送的正好。沈清瑶不是觉得贵女圈不是我想进就能进的吗？那我就让她看看，贵女的银子，我不用靠她，也能自己赚。王妃，沈家实在太过分了。您被他们替嫁出来的时候，他们连嫁妆都舍不得给。如今暖锅铺刚有点起赚，他们就想拿30%利润，还要派掌柜来管账。沈家打的不是合作的主意，是要把暖锅铺握到自己手里。若真让他们的人进来，日后账本、配方、客源全都要被他们拿走。所以我才撕得快。跟沈家这种人谈合作，他们只要觉得我会犹豫，明日就敢带着人来做账台。可是王妃，大小姐一定不会善罢甘休。她今日已经被您当众下了脸，回去肯定会想法子坏您的名声。她当然会。沈清瑶最在意体面，她自己不敢嫁昭王府，却又见不得我在昭王府过得好。现在暖锅铺赚钱，热饮又进了贵女眼里，她不抢才奇怪。那王妃打算如何应对？试饮小宴。王妃，您是想请那些贵女来王府喝热饮？不止喝热饮。沈清瑶不是说贵女圈不是我想进就能进的吗？那我就不等别人带我进去，我自己把门打开，让他们走进来。可王府花厅已经许久不用，若要请贵女，怕是太简陋了些。王府再穷，也是王府，花亭就不要紧，干净暖和，规矩清楚就行。贵女们要的不是金山银山，是一个能让他们觉得自己被认真招待的地方。奴婢今晚就带人去收拾花厅，窗纸重新糊，炭盆多添几个，桌布也换新的。老奴去库房找找，看还有没有能用的屏风和花瓶，东西旧些，擦干净也能撑场面。很好，春桃负责试饮登记，周叔负责名册和账。明日来的姑娘，每人先送1小杯试饮，再给他们1张下次预约牌。若他们带朋友来，再送1份新口味。王妃，这是不是您说的老客带新客？对，老客带新客，比咱们自己吆喝有用。他们在闺阁里随口一句好喝，比咱们在街上喊半日都值钱。你又要办什么？王爷来的正好，明日我想借王府花厅办一场试饮小宴，姑娘们不方便站在门口排队，那我就让他们坐进来喝。你放心，我不拆墙，不卖马，也暂时不抵押你的书房。你想把市井生意搬进王府花厅？不是搬进来，是升级。门口卖的是热闹，花亭卖的是体面。一样的引子放在不同地方，客人愿意付的钱就不一样。王爷，我不会让王府丢脸。明日来的都是曾经买过热饮留下府名的姑娘，我会控制人数，也会立规矩。他们是客，不是来围观王府笑话的人。若沈家来闹呢？他们若来做客，我按规矩招待；若来闹事，我按账本招待。账本还能招待人？能啊，沈家欠我的嫁妆、替嫁的账，昨日那封合作书我都记着。他们若非要把脸递过来，我总不能不算清楚。花厅可以用，明日让府中侍卫守在外院，女客入内，不许闲人围观。多谢王爷，等明日赚了银子，我给你留1杯新品。本王不是为了那杯饮子。我知道，王爷是为了招王府体面，但你放心，我会把体面卖出好价钱。别太累。王妃，王爷刚才是不是让您别太累？
他是怕我累倒了，没人赚钱。王妃说什么就是什么。赏梅、听琴、品茶，话要说得好听些。赵王妃新婚抛头露面做买卖，王府暖锅铺不过市井吃食，这些话自会传出去。大小姐怎么能这样？她自己昨天还带着人来买热饮，今日转头就说咱们市井粗陋。沈家这一招是想让贵女们不敢来王府。若今日花厅冷清，外头又会传王妃被贵女圈排斥。别急，沈清瑶越是拦，说明她越怕。可是王妃，若他们真都去了沈家的雅会怎么办？那就去。他们若想听琴赏梅，去沈家；若想喝热的、吃新的，拿下次试饮名额，就来王府。姑娘请进。今日王府试饮小宴，只请留过名字贵客，每人先试一杯。若喜欢，可以登记下次新品试饮。林姑娘，王妃特意给您留了姜枣暖身饮。您昨日说老夫人怕冷，今日这杯少糖，多熬了姜枣。王妃还记得，做生意要记客人那个喜欢。姑娘昨日说老夫人喝甜会腻，我记着呢。王妃有心了，原本今日沈家也送了帖子，可我母亲喝了昨日那杯姜枣饮，夜里手脚确实暖了些，所以让我再来看看。我也是听她说这才跟来的。京中都在传王府饮子新奇，我倒想瞧瞧到底有多新奇。今日不劝买，只试饮，喜欢再订，不喜欢也不勉强。姑娘们坐得舒服，比我多卖一杯更要紧。王妃，已经来了12位，比咱们预想的还多。好，先上试饮。这个桂花香很轻，不像熏香那样冲，冬日里喝，倒真让人舒坦。这红豆煮得软，甜味也刚好。若是听琴看书时有这么一杯，倒比寻常茶水有趣。今日试饮不收银子，若姑娘们喜欢，可以预约3日后的新口味。带1位朋友来送糖酥豆，带3位朋友来送限定小竹筒。限定小竹筒是什么？限定小竹筒就是只给预约贵客用的竹筒，上头会刻王府暖饮的花纹，旁人买不到，只能凭预约牌领。妹妹这里倒是热闹，我听说妹妹办了试饮小宴，想着你毕竟初来乍到，怕你招待不周，便过来瞧瞧。没想到妹妹真把王府花厅改成茶铺了。姐姐来的正好，你昨日说贵女圈不是我想进就能进的，今日我正好想请你看看我这门开得够不够大。妹妹说笑了，我只是担心你年轻，不懂贵女之间的规矩，像这种引子街边卖卖也就罢了，拿到花厅里招待人，未免太不郑重。沈姑娘，这引子入口温和，招待的也细致，我倒不觉得不郑重。王妃还记得我不吃太甜，特意让人少放了蜜。若这都不算郑重，那梅香楼那盏冷调的茶倒更不像待客。诸位姑娘有所不知，我们大小姐也是心疼二小姐。二小姐从前在沈家不管事，如今忽然做这些买卖，难免被人利用。沈家可以派掌柜过来帮衬。你说的帮衬，是指那份要走30%利润，还要派人管账的合作书吗？沈棠，你非要当着外人的面说这些？姐姐，你们做的时候不怕外人知道，我说的时候为什么要避着外人？沈家把我推出去替嫁的时候，能嫁进王府已经是福气。暖锅铺赚钱以后，又说我是沈家的姑娘，生意该让沈家帮着管。这世上若真有这么好的买卖，姐姐当初为什么不自己嫁？姐姐，你可以哭，但别在我花厅里哭得太久。今日这里是试饮小宴，不是沈家的委屈大会。若你想喝，我请你坐；若你想闹，我让侍卫送你出去。二小姐，您怎么敢这样同大小姐说话？她是您的亲姐姐。刘嬷嬷，我也提醒你一句，这里是昭王府，不是沈家后院。你若再用沈家的规矩压我的人，我现在就让周伯把你请出去。妹妹如今真是厉害了，我原是好心来看看你，既然你不领情，那便算了。姐姐慢走，下且想喝热饮，记得提前预约。亲姐妹也要守规矩，这是我这里唯一不打折的东西。王妃，方才那杯玫瑰红豆暖奶茶可还有吗？我想替家中妹妹带一杯。我也带2杯，下次试饮名额能不能给我留3个？那个限定竹筒真只给预约客吗？王妃，这可比在门口吆喝强多了。今日这些姑娘回屋一说，明日来预约的人怕是更多。所以贵女圈不是进不去，是不能空着手进去。你带着好东西进去，他们自然会给你留座。王妃，您喝一口，今日忙了一天，嗓子都哑了。王妃，宫里来人了。昭王妃，太后娘娘听闻昭王府近日有一种姜枣暖身饮，喝后身上舒暖。冬宴将近，
娘娘想请王妃入宫献上一诊。娘娘还说，若王妃方便，东宴那日也可带几样王府新食入宫，让诸位贵人尝尝。方便，劳烦姑姑回禀太后娘娘，昭王府一定备好。王妃，咱们真的要把热饮带进宫里吗？不止热饮，既然宫宴的门开了，咱们就把火锅也端进去，让沈清瑶好好看看，我这口锅能从王府门口一路烧到皇宫。王妃，奴婢昨夜把姜枣饮的方子背了10几遍，可一想到要助攻，腿就发软。万一宫里的贵人不喜欢，万一有人说咱们王府的吃食粗陋，万一……春桃，万一太多就不吉利了。咱们今日不是去求他们喜欢，是去让他们尝过以后忘不掉。王妃，您真的一点都不怕吗？怕啊，所以我昨晚才试了3遍姜枣饮，5遍牛乳茶，还让周伯喝到半夜不敢打嗝。王妃，老奴昨夜不是不敢打嗝，是实在喝不下了，再喝下去，今日入宫做就不只是害老奴这条命。看，进宫可以紧张，但不能丧着脸。咱们带进去的是热东西，自己先要有点热气。你真要把这些都带进宫？太后娘娘召的是姜枣暖身饮，可既然东宴开了门，只带1杯银子进去太可惜。小铜锅、热饮、蘸料全都备着，用不上是准备周全，用上了就是机会。宫中不比王府门口，你平日嘴快，今日收着些。若有人故意为难你，不必硬顶，本王在。王爷放心，我今日一定装顶。若有人为难我，我先讲道理，讲不通再讲价钱。沈腾，宫宴上少说这些。知道。那我换个说法，今日不讲价钱，讲体面。妹妹今日能入宫献饮，真是好福气。只是宫里不比外头，贵人们入口的东西都讲究，你可千万别把王府门口那套粗野做态带进来，免得让人笑话昭王府不懂规矩。姐姐放心，我今日带来的东西都干净暖和，也都试过许多遍。你若担心我不懂规矩，不如一会儿做近些，我也给你留1杯，你尝过再挑毛病，显得更有说服力。昭王妃，太后娘娘请您过去。你就是近日在王府门口支锅的昭王妃？回太后娘娘，正是臣妇。只是臣妇斗胆纠正一句，第1日是在王府门口支锅，后来已经改到侧门铺子里了。王爷说门口人多不成体统，臣妇听劝开了店。倒是个实诚的，能把王府门口的热闹变成铺子，想来昭王妃不是胡闹。听说你那姜枣暖身饮喝了身上舒坦，哀家这几日手脚发寒，便想尝尝。娘娘，这饮子不重甜味，姜味会先冲些，过后才会暖。若您觉得辣，臣妇再给您调淡。姜味足却不燥，喝下去喉间暖，胃里也暖，比寻常甜汤实在。娘娘喜欢就好。冬日寒重，饮子不一定要甜的腻人，暖的舒服才要紧。牛乳不腥，茶香也稳。昭王妃，这饮子是你自己调的？是臣妇自己琢磨的。倒是细心。太后娘娘、皇后娘娘，妹妹一向聪慧，只是她这些时上宴，臣女担心旁人不明白妹妹的苦心，反倒误会昭王府轻慢宫宴。沈姑娘提醒的也有道理，臣妇在王府卖的是热闹，带到宫宴上的自然不能照搬。若太后娘娘允许，臣妇想把暖锅改成1人1只小铜锅，汤底凭清汤、菌汤、微辣3种，吃得热又不失礼。1人1只小铜锅？是，宫宴菜肴精致，却容易冷。小铜锅放在席前，汤一直热着，贵人们想吃什么便现涮什么，既不抢御宴风头，也能让东宴多些暖意。母后，听着倒新鲜。那便试试。菌汤给太后，桂花牛乳茶配皇后，微辣锅给年轻贵女，姜枣饮给怕冷的夫人。都轻些，别洒了汤。王妃说过，热气要足，礼数也不能乱。这汤鲜得很，身上也暖起来了。这辣味不重，却很开胃。若冬日赏雪只有这样一锅，倒比冷茶冷点心舒服多了。昭王妃那个红豆暖奶茶也好喝，方才我尝了一口，甜得不腻。各位夫人姑娘莫急，今日3种热饮都有。姜枣暖身饮不重甜，桂花牛乳茶香气清些，红豆暖女茶适合怕苦的姑娘。若想带回府，王妃也备了小竹筒。昭王妃，你这小铜锅若能在府宴上用，倒是方便。冬日办宴，最怕菜上来一会儿就冷，主人家脸上也不好看。夫人说的正是，若是批府宴用，可以做得更雅些。长辈用菌汤，年轻姑娘清甜汤底，爱吃辣的另备微辣锅，既不乱礼数，又能让客人吃。会说也会想，臣妇只是觉得吃食最要紧的不是摆得多好看，而是入口时让人舒坦。冬日里能吃上一口热的，人心也会松懈。这话倒实句多，许多东西为了好看，反要失了热气。昭王妃，你这小锅虽新，却有几分烟火气。臣妇谢太后娘娘夸赞，妹妹今日能得太后娘娘喜欢，自然是好事。只是这小锅若真拿出去做生意，怕是成本不高。妹妹年轻，别一时高兴应承太多，到头来让昭王府亏了。沈姑娘多虑了，昭王府亏不亏银子，自有本王和王妃操心。他能让寒冬宫宴多一口热汤热饭，便是不胡闹。至于抛头露面、市井粗陋这些话，本王也听了几日。
今日既然诸位都在，方便说清楚。昭王府主不如从前，这是事实。王妃没有躲在府中哭，也没有拿身份压人，而凭本事让府中有了进项，让下人拿到月钱，让债主不再日日堵门，这不丢人。本王以他为荣。昭王这话说得好，能把日子过起来便是能耐。昭王妃，日后若有新的暖身饮，也送一份方子进宫，让哀家尝尝。臣妇遵命。今日这桂花牛乳茶，本宫很喜欢，回头让人去昭王府订几份，给宫中女眷尝尝。王妃带来的热饮全没了，还有好几位夫人留下府名，说想订宫宴同款小铜锅。记清楚，宫宴同款4个字，回去就写到木牌上。沈棠，你今日很得意吧？还行，主要是锅争气，引子也争气。你不过是靠些吃食讨巧，真以为自己能在京城占武？贵女们今日捧你，是因为宫里给了脸面，等新鲜劲儿过了，你还是会被打回原形。姐姐，贵女们会不会一直捧我，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，你今日想让我在宫宴上出丑，结果让我的小铜锅和热饮进了太后娘娘的眼。谢谢你，王爷，你今日那句以我为荣说得挺顺口啊，是不是提前背过？本王说的是实话。那我就当王爷夸我了。本来就是。不过先别得意，宫宴同款传出去后，订单会来得很快。你若没有安排好人手，明日铺子会乱。对，回去就开会。宫宴同款小铜锅要热饮，要分府配送，贵女名单要分等级，还有宫宴热度只能管1时，想留住贵妇和贵女，还得有更适合他们掏钱的东西。你又想做什么？胭脂，他们今天喝了热饮，明天就该让他们试试什么叫别人有的颜色，他们不能没有。沈棠，你脑子里是不是永远没有歇一歇这2个字？有啊，等昭王府富可敌国，我一定歇。小姐，昭王妃今日出了这么大的风头，接下来怕是更难压了。她不是想做胭脂吗？去查她要用什么料，找什么人，配方从哪里来，全都给我查清楚。这一次，我要让她连笑都笑不出来。王妃，宫宴同款小铜锅已经排到半个月后了，热饮每日都不够卖。老奴原以为火锅已经够红，没想到宫里一句话比咱们在门口吆喝10日都管用。王妃，咱们现在火锅和热饮都忙不过来，您怎么忽然买这么多红兰花、玫瑰花和紫草？这些又不能下锅。谁说不能赚钱的东西就一定要下锅？宫宴热度只能让人来尝鲜，可贵妇贵女真正愿意长期掏钱的，不只是吃喝，还有脸面。脸面也能卖？当然能。这一盒卖的不是红粉，是他们出门赴宴时被别人多看一眼的那点心动。王妃，你想做胭脂？对，而且不是随便做。贵妇圈最怕撞，衣裳怕撞，簪子怕撞，胭脂颜色也怕撞。咱们要做3款色，一款端庄，一款娇俏，一款适合冬日气色差的人。王妃，暖锅铺是吃食生意，胭脂又是没民营过，咱们若做坏了脸，那可不是小事儿。所以要先试，不急着卖。做胭脂和熬锅底一样，原料、火候、比例、颜色全都要稳。王妃，奴婢帮您，您说怎么做，奴婢就怎么做。春桃掌柜，现在要升级成春桃试色官了。从今日起，这里就是临时小工坊，做胭脂比做热饮还要细，谁都不能马虎。颜色发暗的不要，边缘干黄的不要，有杂叶的也不要。胭脂上脸以后最怕颜色脏，原料脏，做出来的颜色就不透。王妃，挑花瓣也有这么多讲究？当然，客人不会问你用了多少心思，但他一照镜子就知道值不值得。老奴从前只知胭脂涂在脸上，到这东西还要像账本一样细。周叔，女人花银子买胭脂比你看账本还细，颜色重一点她嫌没气色，香味浓一点她嫌冲，没香味她又觉得不精致，所以咱们不能糊弄。那老奴去找做小瓷盒的匠人，若东西真要卖给贵妇，盒子不能太粗糙。对，盒子不用太贵，但要干净雅致，最好分颜色做不同记号，方便他们一眼挑中。火锅铺还没忙完，你又要折腾什么？王爷来的正好，你觉得女子赴宴除了吃得暖还缺什么？本王不懂女子赴宴缺什么，缺好气色。他们喝了我的热饮，身子暖了，接下来我要让他们照镜子时觉得自己更好看。你连胭脂也会做？会一点，准确说我会把它做得更好卖。城南有个姓陶的匠人，做小瓷盒不错，本王明天去请他，不必省这个钱。王爷这么大方。你既然要卖给贵妇，就别用粗盒子砸招牌。昭王府已经靠一口锅出了名，不必再靠难看的盒子出第2次名。王爷这话虽然冷，但很有道理。本王不是在夸你，我知道你是在夸我的生意。若要试在脸上，先试在手腕，不要乱来。王妃，王爷这是担心您伤着脸。他是怕我脸坏了，出去丢昭王府的人。王妃说的都对。王妃，这花瓣好贵，溅出去的都是银子。
不能只靠蛮力，要顺着花瓣的纹理慢慢倒。先把颜色逼出来，再用细沙滤一遍。你看，第一遍移出来的汁也浓，但里面杂质多，不能直接用。那第二遍呢？第二遍要轻，第一遍取色，第二遍取净，两遍合起来颜色才稳。我们把花汁过滤后，要用小火慢慢收，火不能太大。王妃，颜色怎么样？太艳了，适合舞姬，不适合贵妇。这一版太冲，压不住贵气，加一点紫桃色，让它沉下来。这个叫美雪红，适合夫人们，稳重但不老气。这个名字好听，名字很重要。这个给年轻姑娘，颜色要轻，像刚从雪地里跑回来，脸颊自然泛红，不能让人一看就知道涂了很多。这个好看，奴婢觉得林姑娘会喜欢，那就叫桃之春。第三款呢？第三款不主打颜色重，主打提气色。那些夫人冬日里脸色发白，又不想涂得太艳，就用这个。名字叫什么？暖玉色。王妃，奴婢都想买了。你不用买，你是第一个试色官，送你一盒桃之春。王妃，奴婢只是丫鬟，用不着这么好的东西。谁说丫鬟不能用好的？你这几日跟着我站门口记账迎客侍饮，哪一样没出力？以后你出去替我招待客人，也要有气色。王妃，奴婢一定好好学，不给您丢脸。不是不给我丢脸，是你自己也该站得更直一点。明日办试色局，只请宫宴上留过府名的夫人姑娘，每人先试，不强买。3人拼单减1成，5人送小样，10人成贵宾。贵宾下次新品先试。王妃，老奴这就让人写帖子。帖子上不要写买胭脂，写冬日气色试色局。女人不是单纯买胭脂，她们买的是怎么让自己看起来更好。王妃现在连字眼都能卖钱了。周叔，你这个总结很值钱。赵王妃，宫宴那日我回府后，母亲还惦记着你的姜枣饮。今日听说你又办试色局，她让我一定来看看。今日不急着买，先看颜色合不合脸。胭脂这东西不是越红越好，是要让旁人觉得你气色好，却说不出哪里变了。这话说到我心里了，我最怕胭脂太艳，显得刻意。你肤色偏白，桃之春会显得精神。若附长辈艳，用暖玉色更稳。王妃还能按人挑颜色？当然，一样的胭脂涂在不同人脸上效果不一样。咱们今日试色就是为了让姑娘们少花冤枉钱。这颜色不显眼，可整个人瞧着确实有精神。夫人气质本来就好，这一款只是把气色拖出来，不抢您的本色。赵王妃这话说的比胭脂还熨帖。今日试色局单买是原价，3人拼单，每人减1成，5人同订送1支试用小样，10人成贵宾名册，下次新品先试。胭脂也能拼单？当然能，颜色各买各的，优惠一起算，姐妹一起变好看，账也更好看。开始凑人数。林姑娘，桃之春1盒，暖玉色1盒，3日后送府。陈夫人，美雪红2盒，姜枣饮10竹筒，同日一起送。许姑娘，您同2位姑娘成团，减1成，还送桃之春小样。妹妹今日这里倒是比宫宴还热闹。姐姐今日是来试色，还是来砸场？妹妹怎么总把人想得这么坏？我今日来是听说妹妹做了胭脂，正巧我也得了一张古方，做出了相似的东西，想让诸位夫人姑人一起品鉴。这是我们大小姐亲自调的玉容红，用的是古法，比外头那些临时琢磨出来的东西更稳妥。妹妹，你做生意我不拦你，只是胭脂到底要上脸，若只是随手学了点污浅法子，就拿来卖给夫人姑娘们，万一伤了谁的脸，你可担不起。姐姐说的对，胭脂要上脸，确实不能乱用，所以不如当场试。是，对，先试在白绢上，看颜色是否净，再试在手腕上，看是否浮粉，最后闻香，看有没有杂味。姐姐既然说是古方，想来经得起试。昭王妃这法子稳妥，既然都是胭脂，试试也无妨。自然可以。沈姑娘这盒颜色似乎有些浑，
许是白猿皙色不同，那再是手腕。妹妹，你手法不同，自然显得你自己的更好。那姐姐自己来。姐姐这盒胭脂，红兰花枝取得太急，第一遍杂质没有滤干净，紫楚色加的多，却没有压香，所以颜色暗。蜂蜡也多了，抹该会浮。你偷到的大概是我第一张废方，那张方子我本来就是用来试错的，没想到姐姐这么珍惜，竟然拿来当古方。沈棠，你不要血口喷人。春豪，取册子，这是我这几日的试方记录，哪一日用了多少红兰花，哪一版颜色太冲，哪一版蜂蜡太重，哪一版废弃，全都记着。姐姐若说你不是偷的，那也行，请你告诉诸位夫人姑娘，你这张古方是从哪位古人手里拿来的？为何连我的废方2都一模一样？大小姐，奴婢不是故意的，奴婢只是从昭王府后院买通了一个小厮，拿到了一张纸，奴婢不知道那是废方啊。沈姑娘，胭脂是要上脸的东西，你拿不明来路的方子做出来，还想让我们试，这未免太不把人当回事了。我只是担心妹妹误入歧途，想帮她把东西做得更稳妥。姐姐，你每次都说想帮我，替嫁是帮我嫁王府，合作书是帮我管账，偷废方是帮我做胭脂，你帮人的方式真是一次比一次要命。诸位夫人姑娘，今日这事让大家见笑了，不过也正好借个机会说清楚，昭王府胭脂所有试方都有记录，每一盒出门前都会试在白绢和手腕上，若颜色不净、香味不稳、粉质不匀，绝不售卖。梅雪红我要3盒。方才昭王妃当众试色，倒比什么空口保证都稳妥。我也加1盒，5人小样还能送吗？10人成贵宾名册，我这里可以凑。姐姐，等一下，这盒你带回去，以后别再拿别人的废方当古方，也别拿贵女的脸替你试错。沈棠，你今日非要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吗？姐姐，我已经很给你体面了，若不是看在沈家那点旧情，我现在就把买通小厮的事送到京兆府。你敢？他为何不敢？需要本王让人去查那个小厮吗？姐姐，今日你可以走，回去告诉沈家，我这里的银子、配方、客源，哪一样都不是你们想拿就能拿的。下次再伸手，我就不只是当众拆穿了。周叔，您怎么不说话？老奴是在想，原来1小盒胭脂比1锅肉还值钱。所以说，女人的钱不是不好赚，是你得真懂她们为什么花钱。王妃，今日订出去87盒胭脂，还有16位夫人姑娘进了贵宾名册。把颜色、府名、肤色、喜好都记清楚，下回他们来，不用他们再说，我们先把合适的拿出来。王妃，老奴算是热肚子，热饮是暖手，胭脂是暖脸面，您这生意是一路做到人心里去了。王爷，你看胭脂方子做什么？难不成也想入股？本王在看，你这几日到底睡了几个时辰？沈棠，赚钱不是不要命，昭王府的债可以慢慢还，你不必把自己逼成这样。王爷这是心疼我。是。睡吧，账本本王看着。王妃，林姑娘那边又加了6盒桃之春，陈夫人府上要梅雪红10盒，说是要送给几位相熟的夫人。还有宫里那位姑姑也让人带话，说太后娘娘喜欢姜枣饮，让咱们下次进宫时再送些。王妃这些订单都顺利交付，王府这个月不但能还清米铺、炭行和肉铺的旧账，还能把下人拖欠的月钱补上。真的能补月钱啦？能。老奴还以为这辈子要看着王府一直欠下去，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。王妃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咱们不是已经有暖锅铺和胭脂名册了吗？以前咱们卖的是单个东西，火锅是火锅，热饮是热饮，胭脂是胭脂。可从今天起，食材咱们麦子、胭脂、瓷和配送全都要归到一套规矩里。以后这只要盖了王府优选的印，客人就知道这干净东西，账东西稳妥，说话算话。供货的人、做工的人、送货的人，只要有一个环节出错，坏的都是王府名声。所以才要现在管。咱们前几日吃过断肉圆的亏，也吃过假胭脂的亏，若还只盯着眼前卖出去多少银子，那迟早被人从后头掐住脖子。王妃，那咱们要怎么管？王妃，前3条奴婢勉强能懂，最后这个客诉赔付，是不是客人不满意，咱们就要赔钱？不是客人一闹就赔，而是东西真有问题，咱们要认。今日1盒胭脂坏了脸，若咱们推脱，明日整个贵女圈都不会再买。可若咱们查清楚，赔到位，改得快，反而让客人知道昭王府靠得住。这话有道理。王府以前最怕被人找上门讨债，如今做买卖反而不能怕客人找上门说问题。对，讨债的上门是坏事，客人上门提问题，说明他还愿意给咱们机会。你这套规矩若真立起来，京城里许多商户恐怕都要跟着改规矩。王爷，
你什么时候刻的？昨夜你趴在账桌上睡着时，说梦话念了3遍王府优选。本王若再不刻，你今日大概又要拿本王书房里的东西抵押。王爷现在连我说梦话都管了。本王管的是昭王府的招牌。那王爷这个招牌刻得挺好。供货签契可以交给周伯，入库验货，让府中识货的老人带着春桃做。至于产品流量，你每一批胭脂、每一锅汤底、每一种热饮都要留小份记录，以后有人诬陷，也有东西可查。王爷，你现在很懂啦。本王是不懂胭脂和奶茶，但本王懂如何防人。沈棠，你如今真是翅膀硬了。你姐姐不过是一时糊涂，你竟当着那么多夫人姑娘的面让她下不了台，沈家的脸面都被你败光了。父亲今日来是替姐姐讨公道，还是替沈家要生意？你这是什么话？我是你父亲，难道不能管教你？替嫁那日，父亲若还记得自己是我父亲，就不会把我绑上花轿。嫁妆被扣时，父亲若还记得我女儿，也不会让提店说替我保管。现在锅铺热饮胭脂都转叫我，时机倒是挑得很好。放肆！你身上流着沈家的血，难道你真要同沈家翻脸？父亲这话说的不准，不是我要同沈家翻脸，是沈家每一次都先把我的脸宰到地上。如今我只是站起来，你们就觉得我不孝。棠儿，过去的事是家里对你有些亏欠，你现在生意做得这样大，若没有娘家扶持，日后难免吃亏。不如让你姐姐出面替你打点贵女客源，沈家也派掌柜帮你管账。咱们是一家人，银子留在自家人手里，总比便宜外人强。春桃，把账册拿进来。王妃，替嫁嫁妆账、暖锅铺进账、胭脂释方记录，还有沈家合作书抄件，都在这里。父亲，咱们今日既然说一家人，那就从一家人的账开始算。原本赐婚嫁妆36台，沈家给我3箱，2箱旧衣，1箱摆件，现银1文没有。嫡母说替我保管，这笔银子如今是不是该还了？怎么好意思同娘家算得这么清楚？因为不算清楚，你们就会一直拿亲情当借口占便宜。第二笔替嫁，姐姐不愿嫁，沈家把我塞进花轿。若父亲觉得这事不丢人，我可以请王爷写一份陈判，讲当初如何忍如何换嫁，说得清清楚楚。快走！沈棠，你敢威胁父亲？不是威胁，是选择。沈家若还想伸手抢昭王府的生意，那就连替嫁账一起算。王爷，臣今日只是来看看女儿。棠儿年纪小，做事难免冲动，臣正劝她不要因一时义气伤了两家的和气。沈大人说错了，他做事不冲动。他这几日做的每一件事，都比沈家当初换嫁更有章法。昭王府如今的生意是王妃一手做起来的，沈家若想做客，按规矩预约；若想合作，按契书谈。嫁妆折银，我给沈家3日，3日后若不送来，我就把本送到宫宴上那几位夫人府，他们帮我看看沈家所谓体验体面到底值多少银子。你真要把事情做得这么绝？父亲，我已经给过沈家很多次机会了，替嫁那次我没闹，扣嫁妆那次我没闹，沈家想抢暖锅铺，我只是撕了合作书。可你们的沈清摇头废方就觉得我永远不会疼。从今日起，昭王府是昭王府，我欠你们的生恩，你们早用这些年偏心和算计抵完了。以后再见，按规矩说话。王妃，您刚才说那些话时，奴婢差点哭了。您从前在沈家受了那么多委屈，今日终于都说出来了。该哭的是他们，嫁妆银子3日内送不来，我就真让他们哭。王妃放心，老奴已经把嫁妆折银算清楚了，若沈家少送1两，老奴亲自上门要。周叔，你现在越来越像我的人了。老奴本就是王府的人，王妃让王府重新有了热气，老奴自然跟着王妃走。周叔，您怎么样回来的？老奴只是告诉沈家管事，说今日账不平，明日昭王府暖锅铺门口会挂一块牌子，写清楚沈家还欠王妃嫁妆银100两。周叔，您现在真的学坏了。不是学坏，是跟王妃学会了把账算明白。昭王府只跟守规矩的人做长久生意，今日嫌规矩麻烦，明日出了事就更麻烦。昭王府这一路从门口一口锅做到如今什么都能卖，真是厉害。厉害的不是锅，是昭王妃，她是真能把冷日子烧热。王爷，你不会是见王府有钱了，又想翻旧账吧？这东西，本王留了很久。你烧了？你不留着防我拆你王府了？你若真想拆，本王现在大概也拦不住。王爷现在很有自知之明。从前账本是本王一个人的烂账，如今王府能撑起来，是你一点点翻混的。以后昭王府的账，你我共看；昭王府的路，也你我同走。王爷，你这是想跟我谈合作，还是想跟我谈感情？都有。沈棠，本王从前不信你，你刚进府时，本王只觉得你古怪胆大，又不像沈家养出来的人。后来你在王府门口支锅，在账房里算账，在宫宴上端着小铜锅，不怕别人笑，也不怕别人拦，本王才不是明怕。你只是每一次都选择往前走。本王见过许多人守着体面过日子，却没见过有人像你这样把一座冷清王府一点点烧热。王爷，你今日说话怎么这么好听？是不是备了好酒？沈棠，本王在同你表明心意。
那王爷想清楚了吗？我这个人很麻烦，会赚钱也会花钱，会拆马棚，高兴时说话多，不高兴时算账狠。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本王若后悔，就不会烧河梨树。那行，以后王府共同账我占一半。可以。王府优选，我说了算。可以。以后你不许动不动冷着脸吓我的客人。这个尽量。别看了，王爷和王妃谈正事呢。周叔，什么正事要笑成这样？你还小，不懂。明日还要开铺，早些歇。好。原来你说的都是真的。昭王府仍照旧，债也还没完全清，沈家也不会真的甘心。可我知道，从今日起，这座王府不再是人人等着看的笑话。它有锅，有茶，有胭脂，有账本，也有一个嘴硬心软，会在众人面前说以我为荣的王爷。王妃，明日还要忙什么？明日啊，先卖锅，再送茶，下午验胭脂，晚上算账。那后日呢？京城很大，宫门很高，沈家只是第一道坎，我还有很多生意要做，很多账要算，很多路要走。后日就让京城知道，昭王府不只有一口锅，还有一个谁也抢不走的王妃。